你好，这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，来自日本富山市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牛奶小餐包，苹果馅的牛奶小餐包，这也是苹果派的一种。这个面包什么特点呢？操作特别简单，不用揉面，更不用揉手套膜，但是做出来的面包特别拉丝，相当有劲道。劲道的外表，酥脆的外表，加上酸甜的苹果馅的内馅儿，咬一口那真是美妙绝伦，真是太香太好吃了。夜啊夜太孤单，我太过思念，思绪哀愁万千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雪花一片一片，片片为红颜，融化了春天，盼回南归的雁。夜啊夜太孤单，我太过思念，思绪哀愁万千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雪花一片一片，片片为红颜，融化了春天，盼回南归的雁。首先来和面，和面是在昨天晚上10点半左右进行的，目的是想利用水和法和低温冷藏发酵法来制作这款面包。在500克高筋面粉当中加入5克酵母、5克盐、5克糖，用筷子将干粉混合均匀，然后打入2个鸡蛋，先将筷子将鸡蛋打散，与面粉充分混合。这是在新鲜市场买的新鲜的牛奶，刚从冰箱拿出来，量取190毫升牛奶，加入到刚才的面粉当中，边加边搅拌，搅拌成絮状。然后加入30克植物油，下手揉成面团。选择晚上发面是为了有效的利用冷藏发酵法。冷藏发酵法呢，又称为冷藏面团、延迟面团，这是近年来流行起来的一种制作面包的新方法。将面团置于0到5度的冰箱内保存，酵母呢处于休眠或者抑制状态。但是呢，根据水合法的原理，面团会自动形成棉筋，所以呢，虽然不揉手套膜，但是做出的面包一样拉丝，有筋性，有嚼劲儿。盖上盖以后，将面盆放到了冷藏室里边进行低温发酵，冷藏室的温度是4度，这样晚上的和面工作就结束了。现在开始去睡觉。第二天早上6点起床之后，先来准备苹果馅儿。选一个大苹果，削掉皮儿以后，先切成片儿，再切成丝，最后改刀切成丁儿。苹果丁准备好了之后，接下来在锅里用糖炒一下苹果，把苹果炒软。在不粘锅里加入20克糖、100毫升水。当糖水起大气泡的时候，放进我们准备好的苹果丁进行翻炒。最后翻炒到水分全部靠干，能够闻到焦焦的苹果香味就可以了。全程需要3到4分钟。在苹果馅放凉的同时，我们来准备烤盘。在烤盘的底面刷一层油，铺上油脂，
油脂的表面也刷一层油，这样烤出来的面包的底色特别漂亮，并且呢，脱模的时候非常方便。这是经过7个小时后低温发酵的面团，虽然体积没有明显变大，但是面筋已经形成。在案板上刷一层油防粘，直接将面团拿到面板上，不用揉面，搓成长条以后，用刀分割成12个小剂子，每个小剂子我们做一个小面包。先将每个小剂子像我这样滚圆，这样呢有利于后面擀包子皮儿。12个小剂子都滚圆完成之后，再从第1个小剂子开始，把圆剂子擀成包子皮儿。之后，再用包包子方法包进我们的苹果馅儿。12个包子都包完以后，将我们的小面包放到刚才准备好的烤盘里边。在小面包的表面刷一层清水，目的是为了防止表面发干，有利于2次发酵。因为我这个烤箱有发酵功能，我就连烤盘一起放到了烤箱里边，发酵了1个半小时。2次醒发完成之后，首先来预热烤箱，170度预热5分钟。这是完成2次发酵之后美丽的面包的样子。你看，体积明显比以前长大了 1.5 到2倍。在面包的表面刷一层油，是为了烤出的颜色更漂亮。撒一层干粉装饰一下。这样呢，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，直接将烤盘放进烤箱，开始烤制面包。170度烤制40分钟。到点了，烤好了，面包出炉了。你看多么漂亮啊！出发满满的面包的香味，真香。脱模也相当方便，因为我们铺的油脂，将油脂一提起来就很容易脱模。这款面包做法这么简单，并且呢特别有嚼劲儿。酥脆的外表加上软软的内心，再咬一口酸甜的苹果馅的时候，那种口感真是美妙之极，让人回味无穷。放凉之后再吃的时候，微波炉加热30秒，就和刚出炉一样好吃。来看看牛奶小餐包出炉了，做好了。你看看这个颜色啊，真漂亮，脂肪满满的苹果馅的面包的香味儿，真香。下面我们来尝一尝。你看这个什么，外表酥脆的，是一个你看特别劲道，特别拉丝呢。太好吃了，酥脆的外表，酥脆的掉渣的外表，内心呢是特别有劲道，并且特别软。它不像蛋糕一样那个软，有那个软劲儿，但是呢还有劲道，有嚼劲儿，
最关键的是，就咬一口那个苹果馅的时候，哇，你身上就感觉身上都酥了一样，哇，就那个感觉，真是好吃。太棒了。光嚼那个内馅儿，和那个苹果馅儿更棒。这个老人和孩子肯定是乐意吃的不得了。哇，真是太棒了！你看，这个外皮是焦焦的、酥脆的，里边这一块呢，可以叫手撕着吃。苹果这个甜，不是白糖那个甜味儿，它一点不粘牙。但是呢，决定的甜到你的心里去，真是好吃，哎呀，太棒了，真好，太好吃了。这个呢，低糖少油，特别健康。哎呀，太棒了！最关键的一点呢，这个面包的做法是相当简单的，不花时间。尤其是适合你在家工作，只要你合理安排时间的话呢，是醒面发面的时间和醒面的时间安排好了，你只要到点去干，到点就是按照我这个步骤到点来做的话呢，真是太棒了，既简单又省力，还能做出这么好的面包。好，请你来吃牛奶小餐包，真棒！苹果馅的牛奶小餐包，真香，又香又甜，甜到你的心里去，特别推荐给你。请你吃牛奶小餐包。谢谢你的陪伴和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